NBA 给人搓了5年刀，却只是换来5分钟的垃圾时间。可他不但不气馁，还狂砍35分，从此虾人成为 NBA 史上最大的一匹黑马，篮球之声都对他赞赏有加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只因为今天的这场比赛。第4节最后10分钟，湖人落后凯尔特人33分，虾人被换上场，并不是他有多厉害，而是湖人主教练眼看着追分无望，只能将科比等主力悉数换下。今天是虾人和湖人队签的7天短合同的最后一天，打完这场垃圾时间，他就得卷铺盖滚蛋。而就在此时，当虾人脚踏上斯台普斯中心球场地板时，脑海之中传来一道冰冷的机械声。叮，恭喜宿主成功登场，成功绑定黑蓝系统。叮咚，恭喜宿主融合完毕。此时虾人明显能够感知到身体中充斥着一股庞大的力量，一拳能够打死一头牛。现在他的身体素质绝对是联盟顶级。裁判一声哨响，将江晨拉回到现实。队友站在边线上准备发球，江晨赶紧跑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整个人身上都透着强大的自信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即将开始比赛，现发布任务。任务：率领湖人队逆转比赛，奖励3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乘50，累计成就点可以用来进行抽奖，累计融合碎片可用来升级技能。因是本系统第1次发布任务，完成任务后给予特别福利，可进行1次抽奖。虾人抬头看了眼大屏幕，60比93，33分的分差，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剩下10分钟，已然到了绝境。必须得疯狂的进攻了！哦，菲尔竟然让虾人登场，看来湖人队完全放弃了这场比赛。是啊，都落后33分了，比赛已经没什么悬念了。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虾人能不能把握住这最后的几分钟，打出一些亮眼的表现。虽是这般说，但也不抱什么期待，毕竟期望越高，失望就越大。就像当年的阿联一样，登陆 NBA 时意气风发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没能适应 NBA 的比赛强度，而回到了华夏去打 CBA 了。恐怕虾人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命运。湖人队边线发球，巴马尔接球后运球过半场，直接选择强攻，分差太大，凯尔特人队的防守也变得松懈起来。巴马尔轻松突破到接上篮命中，连着几个回合都没有人给虾人传球，他似乎有些心急，毕竟这可能是他最后在湖人的10分钟。Dude, pass the ball。话音刚刚落下，篮球朝着他飞了过来。没有实力还想要进攻球权，那就等着丢人吧！就这实力还想在总决赛上表现一下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虾人持球面对防守人，此时他距离自己有近2米远。伙计，你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湖人队还有一位华夏球员？虾人面色一凛，微微屈膝，双手抓球举过头顶，对着双腿发力跳了起来，太高了，这跳的也太高了。他投了，拨动手指，这是他 NBA 投出的第1粒球。我们拭目以待能否命中。这个华夏球员竟然拿球就投，他以为他是科比吗？篮球在空中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要比其他球员投的3分弧度高很多，仿佛要飞过天花板，飞出这个球馆。注意看，篮球开始下落，就像是抛物线一般，以恐怖的弧度向着篮筐落去。绿间真太郎超高弧线3分技能开启。这个华夏球员的投篮动作好潇洒啊！嘿嘿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哟，居然真的进了，算你小子运气好。去，不就是进了一个3分球吗？凯尔绿人队的防守那么松懈，换谁都有机会投进这个3分球的。湖人队的替补席上，菲曼巴沉着脸，还沉浸在痛苦之中。凯尔绿人队的替补席上，3巨头坐在一起，完全没把球场上的情况放在眼里。这3分球居然进了，虾人看起来状态很棒啊！能进一个3分球已经不错了，至少数据不至于全是0。在 NBA 一个赛季投进了职业生涯里第2个3分球，那下3分是不是得改名叫下23分了？哈哈，可别小瞧这个3分球，垃圾时间的3分球那也是分数啊！他要是能再进一个，我就把眼前的键盘给吃了。小子，刚才是我没防守你，下一个回合你就别再想投3分了，我肯定会把你盖得很惨的。怎么总有只苍蝇在我耳边嗡嗡叫？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也是凯尔绿人队的替补球员。呵呵，失败者还敢这么张狂？当个亚军就很高兴了。凯尔绿人球员朝着队友挥舞着手臂要球，必须得把场子找回来。虾人神经反射快得像闪电一样，直接看准时机下手抢断。精彩，精彩！这么精彩的画面，不记录下来怎么行？老大，你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，真挺划算的。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全场的观众都愣住了。这个球员要干什么？快攻的时候不上篮吗？看起来是想投3分球，那是不是太自信了？刚才进了一个3分球，都把自己当成瑞阿伦了。呵呵，还落后30分呢，我看他怎么追。
空心入网，66比93，分差缩小到了27分。搞什么鬼？又进了！这个华夏球员的三分球投得很准啊！快攻仲未追身三分球，这可太少见了啊！球场上，凯尔绿人队的球员们一脸茫然。又进了一个三分球，这个华夏球员的手感有点拔当啊！兄弟，家长对这个华夏球员的防守，都是他喵的替补球员，凭什么你这么厉害？比赛继续，凯尔绿人队发起进攻，竟然也直接投3分，只是可惜了，打铁。湖人队抢到后场篮板球，迅速发起防守反击。法马尔运着球快速推进，眼睛不停地四处张望，似乎是在寻找着虾人的身影。虽然他不清楚虾人为什么突然手感这么好，但把球传给手感好的队友，这是作为控卫最基本的常识。突然，他看到虾人已经跑到了底角的位置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把球传给了虾人。凯尔绿人队加强了防水，在3分线外死死地缠住虾人。我们看看虾人还能不能投出3分球。注意看，虾人做了一个投3分的假动作，晃开了对手，快速突破到底线。毕业给人搓了5年澡，却只是换来5分钟的垃圾时间。可他不但不气馁，还狂砍35分。我们看看虾人还能不能投出3分球。注意看，虾人做了一个投3分的假动作，晃开了对手，快速突破到底线。后来再次获得2分，同时还造成了防守者犯规。我们看到湖人队的替补席上，黑曼巴的眼睛突然一亮，仿佛已经死去的心又重新跳动起来，砰砰砰有力的跳动着。Nice shot, perhaps. This Chinese rookie could become a surprise weapon in this game. Could he help the team catch up with the score difference? There is a little more than 8 minutes left in the game, and the score difference is 24 points. It's very difficult to catch up, but it's not entirely impossible. 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上美味的炸鸡薯条。正好我在闲鱼上买了不少肯德基的超低价套餐券，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肯德基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没吃饱饭吗？给我防住那个华夏球员。我们可以看到凯尔绿人队的主教练里弗斯非常的生气，冠军近在咫尺，绝对不能再出什么意外了。哟呵，连续得分，给机会还真能抓住啊！有点意思，在总决赛中，虾人能有这样的爆发，心理素质可真够强的。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看了个假直播，就这进攻能力，这还是那个看饮水机的下3分吗？不得了啊！我就上了个厕所，虾人就得了9分了，这都创造他职业生涯的得分记录了吧？有点帅啊！刚才那个2+1看着真让人振奋啊！哪怕湖人队已经放弃比赛了，但虾人没有放弃，就这一点我还是很钦佩他的。如果虾人能继续这样火爆的表现，并且带领湖人队逆转这场比赛，那我就去拍个吃食的视频上传。兄弟，你这玩的有点大，不过我喜欢，我已经帮你录下来了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托尼轮中距离出手，可惜篮球并没有命中，直接弹框而出。湖人队抢到后场篮板球，全力反击。不过这次凯尔绿人队的回防速度很快，明显提升了防守强度。法马尔运球过半场，组织球队进攻，示意图里亚夫提到高位来给虾人做个掩护。虾人接到传球，立即被严厉的防守。虾人再次运球突破到禁区，顶着防守高高跳了起来，将篮球高高的抛了出去。全场观众都露出夸张的表情，这弹跳力也太变态了！难道又要打成1记2+1吗？裁判的哨声再次响起，又是1记2+1，全场惊呼：这什么水平？连续2次打成2+1，到底是绿军的防守太松了，还是这个华夏球员的能力太强了？太离谱了！虾人再次站上罚球线，轻松罚球命中，只有21分分差了。皮尔斯，你去限制一下那个华夏球员。既然让我去防守一名饮水机球员，这就有点有失身份。但是为了这个苦等了10多年的冠军，丢点人就丢点人吧。这个华夏球员敢在北岸花园嚣张，是时候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球场上的老大了。看来凯尔绿人队是慌了，3位主力球员皮尔斯、雷、阿伦、拉简、隆多全部重新上场，把分差拉得更大一点，去扑灭湖人队最后一点希望吧。看到凯尔绿人3大主力一起登场，全场观众都沸腾了。大家都知道湖人队的追分时刻到此为止。你是龙国球员，给人搓了5年澡，直到湖人与绿军总决赛最后一节落后33分，垃圾时间你才获得上场机会。一众樱木花道小迷妹纷纷嘲笑湖人队这是放弃了比赛，而你却在最后垃圾时间狂砍35分，从此虾人成了 NBA 史上最大的一匹黑马。看到凯尔绿人3大主力一起登场，全场观众都沸腾了。大家都知道湖人队的追分时刻到此为止了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皮尔斯走到了虾人身边，歪着头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。小伙子，你的表现还算不错，惊动了教练让我来防守你，你应该感到荣幸，不是每一位饮水机球员都有资格和我对位的。皮尔斯卡住虾人的身体，向着隆多要球。隆多一个高调将球传到皮尔斯手中，现场的球迷们再次沸腾起来，他们可太想看到皮尔斯教训这个虾人了。虾人面色严肃，这次面对的是联盟顶级的小前锋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防住。皮尔斯背身顶虾人，想要再靠近篮筐一点，可是他似乎完全顶不动虾人。该死的，这是什么身体素质？感觉自己身后是一块铁板一样，不管怎么用力都纹丝未动，怎么感觉比詹姆斯还要强硬？这就是自圆墩身体天赋的强大啊！太他喵爽了！不仅赋予了我超乎常人的身体素质，还有堪比奥尼尔，甚至是超越奥尼尔的力量。
区区皮尔斯又如何抗衡？皮尔斯连续顶了几下未果，选择转身撤步跳投。哎呀，咣当打铁！湖人队抢到后场篮板球，迅速发起反击。不过现在的凯尔特人队上了3位主力球员后，攻防两端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，退防速度极快。落入阵地，皮尔斯像狗皮膏药一般连着虾人，观众们看到后纷纷惊呼：凯尔绿人队的王牌球星竟然去防守一名饮水机球员，这个画面怎么看都感觉不可思议。呵，谁来防守都没用。虾人借着队友的掩护跑到3分线外，刚刚接到篮球，皮尔斯就追防上来，速度极快。他只有1点出手的空隙，没有犹豫，直接跳起扬手将篮球投了出去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极为漂亮。刷，再次空心入网。湖人队的替补席彻底沸腾起来，疯狂地挥舞着毛巾。伙计好样的，你是球队的救星，将你的表现延续下去吧。上帝呀，我们仅仅落后18分了，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6分钟的时间，我看到了逆转的希望。加索尔激动的浑身都颤抖起来。凯尔绿人队请求了暂停。伙计们，这里是总决赛，认真起来！我们曾经领先着33分，但是短短4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被追到了18分。再这样下去是什么后果？难道你们想跟湖人队打抢七吗？皮尔斯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给我钉死那个华夏球员，绝对不能再让他得分。雷阿伦找到机会果断出手，你可是 NBA 历史最伟大的3分神射手之一，怎么能让一名饮水机球员给比下去？加内特，等下你也上场，保护住篮板球。里弗斯快速布置着战术，面色阴沉的可怕。另一边，湖人队替补席菲尔也在抓紧做着布置。加索尔、科比、费舍尔、奥多姆，等下你们上场。虾人为我们争取了一个逆转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住。等下上场后，以虾人为核心，让科比、加索尔打辅助。什么？菲尔竟然让科比、加索尔打辅助？所有球员都惊呆了。你是龙国球员，给人搓了5年澡，直到湖人与绿军总决赛最后一节落后33分，垃圾时间你才获得上场机会。一众樱木花道小迷妹纷纷嘲笑湖人队这是放弃了比赛，而你却在最后垃圾时间狂砍35分，从此虾人成了 NBA 史上最大的一匹黑。虾人为我们争取了一个逆转的机会，等下上场后以虾人为核心，让科比、加索尔打辅助。菲尔竟然让科比、加索尔打辅助，所有球员都惊呆了。目光全部集中到科比的身上，湖人队可是科比的球队，而现在菲尔竟然让科比给一名饮水机球员打辅助，这么大胆的安排，科比会同意吗？没问题，这场比赛逆转的希望是虾人给的，理应让他继续进攻下去。众人再次露出惊讶之情，这还是那个偏执高傲的科比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参与到比赛中。好，让我们最后放手一搏吧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所有湖人队球员的眼神再次变得坚定起来，只等暂停结束，去完成这场惊天的逆转。骑兵啊，虾人变成了湖人队的骑兵。不管这场比赛结果如何，虾人这场比赛已经一战封神。是啊，等了整整1个赛季，在最后的总决赛的最绝境的时刻的垃圾时间里，这个曾经备受华夏球迷们期待的球员终于爆发了，真可谓是久旱逢甘露。暂停回来，双方球员登喜，两支球队皆是换上了主力阵容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隆多运球过半场后，再次将球传到了皮尔斯手中，这也是里弗斯的战术之一，那就是用自己的当家球星去碾压虾人。毕竟在他们眼中，身为饮水机球员的虾人是湖人队防守的弱环。兄弟，给我打爆这个华夏球员！总决赛的第4节可不是他该表现的地方。皮尔斯不断垃圾话刺激，斗志也被点燃。这一次，他选择面框进攻，连续的试探步晃动之后，发现没有投篮空间，便开始不停变向，随着后撤步拉开距离，轻松投出1记中距离。皮尔斯嘴角微微上扬，感觉这次投篮非常完美。下一秒，篮球没有入筐，奥多姆拼命抢到了这个篮板球，传给了科比。科比快速运球推进，同时寻找着虾人的位置。而凯尔绿人队回防后，注意力全都在科比身上。在他们看来，在比赛的关键时刻，科比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，只相信自己。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科比在面对隆多的错位防守时，明明有出手投篮的机会，可他却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将球传到了绕掩护跑到高位右侧45度角位置的虾人手中。皮尔斯、加内特等人面色大骇，不可置信，科比竟然传球了！接到篮球的虾人后卫投出一记超高弧线的3分球，中心入网，78比93，分差来到15分，而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5分钟的时间。亲爱的，快看虾人好厉害呀！你怎么在玩游戏？你不知道吧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，DNF 手游新春盛宴即将开启，勇士独享豪华礼包新春套装，战力颜值双巅峰，全新小游戏，
挑战你的智慧与勇气，为你新春佳节带来无限乐趣。我也要玩。等看完球赛，咱们一起组团玩。该死的，皮尔斯，不要去管科比，你只负责盯紧这个华夏球员就可以了。皮尔斯点点头，被教练骂，他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哼，好你个饮水机球员，害得我被教练骂，必须要让你付出代价。皮尔斯给隆多做了个手势，示意还要进行单打。运球过半场，皮尔斯朝着虾人直冲去，而虾人就挡在他突破的路线上，没有丝毫的退缩。皮尔斯见此，脸上也露出狠辣之色。这瘦弱的华夏球员竟然妄图挑战他的力量，这让皮尔斯怒不可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来一次男人般的碰撞吧，让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去解决问题。皮尔斯卯足了劲，与虾人撞在了一起。在他的思想中，虾人一定会被巨大的力量撞击，而倒在地上。然而，当他撞上虾人的一瞬间，就感觉是撞到了一块铁板上，接着自己的身体就不受控制的向后倒去，连连后退了数步，最终无法卸掉这股庞大的力量，一屁股摔倒了地。看到这一幕，全场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观众都是面色古怪的看向皮尔斯，有些疑惑。皮尔斯这是在演戏，和詹姆斯相撞都不落下风的他，会被一名看上去瘦弱的华夏球员撞倒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裁判的哨声及时响起，判罚了虾人的阻挡犯规。No， 刚才虾人的防守完全没有问题，这分明是一次进攻犯规。皮尔斯是在假摔，虾人将皮尔斯给撞倒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这就是阻挡犯规。对于这个结果，科比也是非常无奈。伙计，不要沮丧，刚才你的防守非常强硬，将继续保持住。虾人轻轻点头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沮丧？不存在的，我只有兴奋。刚才与皮尔斯的相撞，紫元墩身体天赋的力量再次展现出来，实在太强大了。有了紫元墩身体天赋的力量加持，在 NBAA 中绝对可以横着走。如果去打橄榄球，我都有信心凭借着这个力量成为橄榄球巨星。这超越奥尼尔的力量，让我有了一拳打死一头牛的冲动。这个华夏球员的体内是藏了一头怪兽吗？为什么力量如此巨大？刚才相撞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自己像是一张薄薄的纸，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。伙计，你真是太棒了，演得太好了，你知道了阻挡犯规，太提士气了。这演技，他们的太逼真了，完全没有破绽，就是要有这样的态度。为了赢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。演技，阻挡犯规，感情我被撞飞之后，大家都以为是在演戏。哎，算了，不解释了。不然名声都要保不住了。下一次绝对不会再跟这个华夏球员相撞了，不然这把老骨头就散架了。凯尔绿人队继续进攻，隆多运球，指挥队友跑位，运球为握，雷阿伦跑出空位。交界一记三分球，再次来到18分。这也是自虾人上场之后，凯尔绿人队的第一次阵地战得分。进球后，雷阿伦也是兴奋地高举着双手，并且深深地看了虾人一眼，挑衅意味十分明显。该死的！如果不是裁判的误判，这将是我们进球的机会。科比，稳住节奏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湖人队进攻，科比全力为虾人做球，而这次虾人被皮尔斯盯得死死的，完全没有接球的机会。突然，虾人反向跑位，向着中场 logo 的位置跑去。所有人皆是懵逼了，真是有些看不懂这个华夏新秀的跑位。全场观众好奇地看着球场上，等待着接下来的画面。科比也是很疑惑，但还是将球传到了虾人手中。皮尔斯站在了距离虾人2米远的位置，张开双手，脸上带着嘲讽之色。哼，蠢货，小白毕竟还是小白，跑这么远接到篮球，不还得回来了吗？我就在这等着你，免得贴防被你突破。虾人接球后，运球往前走了2步，吸引到皮尔斯和阿伦的包夹，但没想到虾人没有投3分，而是将篮球传到了空位的科比手中。后者扬手投出一记3分球，进入网。这个传球真的是太妙了！兴奋、激动、害怕等情绪充斥在科比的心间，仿佛胸膛都要爆炸。皮尔斯愣在原地，有一种原地爆炸的感觉，心态直接崩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匪夷所思了。这里可是总决赛的赛场，这个华夏新秀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施展了什么魔法吗？为什么他会在总决赛即将淘汰湖人队的边缘时突然爆发，并且爆发就展现出了超级巨星级别的能力？里弗斯再叫一个暂停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愤怒了，而是开始恐慌，球员们的信心被动摇了。虽然凯尔绿人队还领先着15分，但接下来情况会变得很艰难。憋给人搓了5年澡，却只是换来5分钟的垃圾时间，可他不但不气馁，还狂砍35分。暂停回来，凯尔绿人队发边线球，隆多运球过了半场后，通过突破吸引防守，再次将球传到了雷阿伦手中。雷阿伦拔起就投3分，攻高，篮球弹框而出，加索尔拼尽全力保护下后场篮板球。湖人队反击，费舍尔运球过半场，将球传给了跟进的虾人手中。刚刚接球，皮尔斯和隆多就包夹上来，无奈
虾人强行投篮，打铁，凯尔绿人反击，隆多突破到禁区得到2分，太帅了。莹莹肚子饿了。给看球赛怎么少得了炸鸡和薯条？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，搜索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麦当劳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81比98，分差又来到17分，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4分钟多一点的时间。果然，包夹这个华夏球员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这个华夏球员的神奇表现也到此为止了。科比固然厉害，但可惜这场比赛他毫无状态。湖人队已经没有球员可以站出来得分了，冠军终究是属于凯尔绿人的。球馆中的球迷们再次疯狂地欢呼起来。此刻，湖人队的士气已经降到了冰点，刚才虾人连续3分创造的激情荡然无存。伙计们，怎么了？打起精神来，我们还有时间逆转比赛。可是你被限制住了，凯尔绿人太卑鄙了，竟然对一名新秀使用包夹战术。没关系，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。系统使用清风大辉篮球技能体验卡，让我来看看奇迹的时代的王牌选手的实力吧，也让凯尔绿人队知道包夹就能限制住我了吗？真是太天真了。叮咚，使用成功，宿主将获得超高速运球，无定式出手，野性自由进入，送4道技能，时效为5分钟。猎杀开始，把球交给我吧，让我来终结这场比赛。众人纷纷转身看向科比，他们可不会傻乎乎的去听从一名新秀的话，哪怕他投进了7记3分球。科比沉吟了一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，点点头，算是表达了态度。湖人队进攻，费舍尔组织运球，虾人主动跑到弧顶要球，俨然一副球队老大的做派。刚接到篮球，隆多直接扑了过来，皮尔斯一起再次形成包夹之势。开启技能野性。野性技能是指对篮球反应迅速、爆发高，是一种打球的风格，就像是黑豹一般，速度极快。接着，虾人使用出了超高速运球，篮球在他的指尖翩翩起舞，速度极快，宛若惊鸿一般，快到眼花缭乱。隆多和皮尔斯皆是愣在了原地，有些懵逼，他们竟然看不到虾人手中的篮球，只能听到啪啪啪的拍球声。虾人连续变向，身体一晃，就轻松突破了皮尔斯和隆多的包夹防守，接着横移后撤一步，退到3分线外。他的身体在空中呈现出诡异的弧度，篮球更是以诡异的角度飞了出去，空心入网。第8记3分球命中，84比98，分差缩小到14分。全场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你是龙国球员，别人搓了5年澡，直到湖人与绿军总决赛最后一节落后33分，垃圾时间你才获得上场机会。6分钟时间，虾人命中8记3分，分差缩小到14分。绿人队进攻。加内特站在罚球线，投出1记中距离，加索尔拼命扑防过来，对加内特进行了一定的干扰。咣当，打铁，虾人冲进内线，抢到篮板球，随即发动超高速运球，快速向着前场奔去。隆多扑防上来，超低重心大幅度。皮尔斯又冲了过来，急停，变向，拉回，转身，轻松甩开皮尔斯，而雷阿伦早早落位在3分线外，严阵以待。虾人毫无畏惧地冲了过去，在两人即将相撞的一瞬间，他突然急停，接着背后运球，将超高速运球发挥到极致，一步过掉雷阿伦。只留下一道残影，刚突破，虾人就直接从3分线高高跳了起来，完成一记斯大力神的战斧踢扣，分差缩小到12分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3分半钟的时间。里弗斯头皮发麻，浑身颤抖，眼神中带着惊恐和诧异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华夏洛选秀明明只会投3分啊！刚才那惊人的运球和超快的速度是什么鬼？还完成了1挑3的壮举！该死，这个华夏洛选秀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个华夏新秀的速度会那么快？那是什么方式的运球？以前在职业赛场上可从来没见过啊！无论是变向、胯下、背后运球，全都不像其他人那般标准，甚至可以说没有规则，太离谱了。虾人，你精彩的表现我都已经帮你拍下来了。嘿，老兄，你又换手机了？对呀，最近我发现爱回收 APP 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。我这台 iPhone 14 Pro 比新机便宜30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出去旅游了。而且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上面的二手手机都是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要我说，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放慢进攻节奏，不要再给湖人队打反击的机会。比赛继续，凯尔绿人队进攻，在湖人队全员气势如虹的高强度防守下，投篮再次打铁。加索尔面如狰狞，拼命的保护下这个后场篮板球，随即将球传给了虾人。开启技能野性，野性再次激发，如黑豹一般又快又毒。运球过了半场后，在凯尔绿人队3个人的包夹下，虾人直接连续起跳，投出一记超高弧线的3分球，咣当打铁，投不进。整个球馆的观众皆是松了口气，吓死我了！看这个华夏洛选秀投3分，真是太紧张了。篮球弹飞在空中，
加内特、皮尔斯抢占好位置，准备冲抢这个篮板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进入 ZNLE 状态。瞬间，虾人感觉身体达到了另一个层次，甚至篮球在空中飞翔的速度都变慢。虾人就像是猎豹一般，冲到了禁区内，高高的跳了起来，在加内特的脑袋上将篮球给抢过来。在所有人经过的目光中，虾人运球特意跑到3分线外，再次投出一记弧顶3分。这一次篮球稳稳的空心入网，这就是进入 Zone 状态之后的能力吗？简直太变态了！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突破人类极限，这场比赛一定会逆转的。没办法，谁叫俺实力太强大了！脑袋上头顶摘瓜，把球抢走，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，特意跑到3分线外，再次投出一记弧顶3分。凯尔绿人发起反攻，雷阿伦运球过半场，隆多挥手要球，太快，球被虾人抢断了。虾人一条龙快下，没有人可以追得上他的速度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快速远去。虾人在3分线外急停，篮球就好像是带着火一样，划过高高的弧。唰，空心入网。凯尔绿人队的球员们终于是露出了绝望的表情，但并没有放弃比赛，而是开始做最后疯狂的挣扎。他们对虾人采用了疯狂的包夹战术，甚至连球都不让虾人接到。科比趁防守压力下降，抓住机会，稳稳投进2记中距离，连续得到4分。96比98，比赛只剩下最后1分钟，湖人队将分差缩小到了2分。距离完成 NBA 总决赛历史上最大分差的逆转仅有1步之遥，虾人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说实话，虾人的表现让我想到了迈克尔乔丹，感觉像在做梦一样，沉寂了一个赛季。虾人这场比赛爆发的也忒猛了点吧？就这身体天赋，就这运球能力，就这进攻能力，就这爆发力，简直比迈克尔乔丹还要强。现在我已经开始期待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了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隆多运球突破到禁区，传给了空切过来的雷阿伦。关键时刻，雷阿伦顶住压力，稳稳的抛投命中，得到2分，分差扩大到4分。球馆中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比赛的结果最终会怎样？马上就要见分晓。湖人队进攻，虾人从底线就开始接球，接连突破了皮尔斯、隆多的包夹。突破禁区后，虾人突然原地做大风车隔扣加内特被重重的摔倒在地。我去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有点糊涂？这个华夏新秀太强了，这哪里是饮水机球员，这简直就是迈克尔乔丹。No， 这个华夏新秀可比乔丹厉害多了。上帝啊，让时间快点走吧！再这么打下去，凯尔绿人队这场比赛真要输了。球场上，皮尔斯等人终于是露出了绝望的表情。凯尔绿人队继续反击，皮尔斯绕到弧顶，在3分线外接到篮球，准备单打虾人。虽然面对虾人的防守时，他的数据是4投0中，但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作为球队的当家球星，第一得分手，应当站出来接管比赛，承担起球队进攻的重任。皮尔斯连续变向，准备突破，发动金川之际最强之臂。回准时机，虾人直接下手抢断。虾人一个并向过掉皮尔斯，发起快攻。98比98，追平比分。球馆内再次安静下来，这已经不知道是本场比赛的第几次绝对的安静了。里弗斯满头大汗，叫了球队本场比赛最后一个暂停。伙计们，进攻端我们尽量把球打进内线，交给加内特处理，不要在外线投3分，也不要去挑战虾人的防守。这个该死的华夏新秀一直在隐藏着自己的实力。凯尔绿人队本场比赛最大的败笔就是轻视了这个华夏新秀的实力，现在真是有苦说不出，后悔也晚了。最后一次防守，湖人队肯定会把篮球交到虾人手中，所以我们全力防守虾人的3分球，尽量将他逼到禁区。如果他抛投或者上篮的话，就直接犯规，宁愿让他罚球，也不要让他进球。最后33秒时间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加油！98比98，最后33秒，最后一次暂停。暂停回来，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隆多与哈登打挡拆，突破到禁区后，假装给跟进的哈登传球，然而篮球在手中旋转了一圈，竟然诡异的向着另一个方向飞去。加内特接到篮球，直接跳投，刷命中，98比100，凯尔绿人队再次领先2分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4秒，虾人运球过半场，科比、费舍尔等人全都拉开到底角，给虾人充足的单打空间。全世界观看比赛直播的球迷皆是屏住了呼吸。这最后一次决定胜负的进攻，虾人会怎么处理？虾人站在弧顶，静静地看着时间流逝。18秒、17秒、13秒，怎么还不进攻？真要把时间控制在最后1秒吗？打不进的话，那这场比赛就输了啊！科比急了，跑到高位想要去要球，然而就在这时，虾人动了。开启超高速技能，皮尔斯扑了上来，虾人一步变向就甩到了身后，隆多补防上来，被虾人一个转身过掉，虾人冲到了禁区，面临着最后一道防线，敢冲进禁区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什么？上帝啊！虾人为什么不投3分？科比、加索尔、奥多姆等人都是绝望的捂着脑袋。
吗？虾人竟然把球投出去了，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死死地盯着飞在空中的篮球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球进了，100比100，距离比赛结束仅剩0.9秒的时间。加内特打手犯规，虾人加罚一球。2+1，都快掉到地上了，还能够将篮球投出去。这个华夏球员简直不是人类。比弗斯不可置信地皱着眉头，加内特连连后退了2步，看向躺在地上的虾人，眼睛里带着惊骇。这个华夏新秀是故意在引诱我犯。本以为自己是猎人，虾人是猎物，却没想到虾人才是真正的猎人，而自己则是那只早已被锁定的猎物。伙计，这球进得漂亮，罚球一定要罚进啊！虾人站上了罚球线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虾人能否罚中这关键的罚球。漂亮，101比100，湖人领先1分，距离比赛时间结束只剩下0.9秒。而凯尔绿人队已经没有暂停了，只能从后场罚球。隆多从后场将篮球发给皮尔斯，后者直接将篮球狠狠地甩向前场。伴随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，篮球也落到了球场外。比赛结束，虾人以1记2+1的进球绝杀了比赛。疯了！湖人队所有队员都变得疯狂起来，将虾人围在中间，又蹦又跳，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凯尔绿人队球员一个个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这一晚，虾人用一己之力帮助球队逆转了33分的分差，并且命中绝杀2+1的进球，率队赢下了第6战，总比分变为3比3。观众朋友们，2天后我们总决赛抢七大战见。并没有球，难道是在投空气吗？下一秒，科比将球火速传到虾人手里，紧接着施展一记让库里说害怕的全域3分射篮。看到这一幕的你千万不要惊讶，因为这是一个拥有系统加持的虾人篮球。乔丹来了也只能在一旁大喊。牛逼！故事一开始，虾人穿越到 NBA， 给科比搓了5年的澡。最后一节湖人总决赛落后凯尔绿人33分，垃圾时间虾人才被换上场，可他却仅仅10分钟时间狂砍35分，带领湖人打入抢七大战。此时，迈阿密热火队总裁办公室，帕特莱利正在翻阅着能收集到的所有关于虾人的资料。虾人的表现不仅在美国球迷圈引发了轰动，也震惊了整个 NBA 联盟。伙计，你看了昨天的总决赛了吗？那个华夏新秀表现真的是太逆天了。当然，看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。打完总决赛后，虾人就会成为自由球员，或许热火队有机会签下这位未来之星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我也在考虑这件事情。还要观察吗？这个赛季就只剩下1场比赛了，与其在这里琢磨，我们不如去现场看场七大战。有道理，我们现在就买机票前往波士顿。兄弟，你的表现真是太神奇了！神奇的东方果然有神秘力量存在。伙计，你是湖人队的救世主啊！落后33分啊！当时我们都绝望了，是你化身上帝拯救了我们。嘿嘿，作为球队一份子，这是我应该做到的事情。来，兄弟，我们一起合个影，留个纪念。虾人，你又换手机了，这手机很贵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，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现发布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3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乘50，现有1次抽奖机会，请问宿主是否要选择抽奖？嘿嘿，抽！开始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高级，这是技能说明书，请虾宿主自行阅读。怎么学会偷懒了？念给我听啊！虾宿主，我就不念了，等下屏幕前的帖子们该说我念一大堆呢，你还是躲被窝自己慢慢看吧。哼，自己看就自己看。打开系统界面，嘿嘿，不错，有了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，实力又强大起来了啊！我真是太厉害了，只是花1指的价格就签下了虾人。喂，老板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签约虾人的事情，你做得很不错，但他的合约马上到期了，我要你现在飞往波士顿，不惜一切代价将虾人留在球队。不惜一切代价？签约合同有上限吗？没有上限，只要符合联盟规则，签多大的合同都可以。挂断电话，普库切克买了最早的机票前往波士顿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好几支球队的管理层皆是连夜坐飞机赶往波士顿。所以抢七大战不仅仅是湖人队夺冠最关键的一场比赛，也是虾人打出自己的每分钟会练习就是给你就在。NBA 年度总决赛
赛的抢七大战，谁能够赢下抢七大战，获得本年度的 NBA 总冠军呢？家人能否再次上演奇迹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并没有球，难道是在投空气吗？下一秒，科比将球火速传到虾人手里，紧接着施展一击，让库里都害怕的全域3分射篮。看到这一幕的你千万不要惊讶，因为这是一个拥有系统加持的虾人篮球。乔丹来了，也只能在一旁大喊：牛逼！谁能够赢下抢七大战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裁判一声哨响，帕金斯和加索尔进行跳球，加索尔轻松将篮球拍了出来，菲尔舍抢到篮球，运球过半场后给到科比，科比弧顶失球，提到高位的加索尔进行挡拆，科比直直向篮下突破而去。瞬间，凯尔绿人队有3人收缩到禁区，对着科比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残酷夹击。看到3名球员奔自己而来，科比丝毫不慌，跳起来做出一个拉杆的假动作，手腕一抖就传了出来。虾人在右侧底角接到了篮球，全场观众在这一瞬间都闪过一丝紧张的情绪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正在参加抢七大战，现发布任务，帮助湖人队赢下抢七大战，获得冠军。任务2：剪辑比赛视频，及时更新给宝子们看。嘿嘿，放心，为了能快速回家剪辑比赛视频，特意买了辆新车，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挑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买车也能上瓜子，看看现在特斯拉99000就能买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任务奖励5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100，黄濑良太模仿，技能体验卡1张，时效10分钟。嘿嘿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任务了，而且任务奖励更加丰厚，同时还有1张黄濑良太模仿技能体验卡，又可以当杀手锏来使用。我们看到科比对着虾人高高的竖起了大拇指，随即虾人嘴角一抽，轻松将篮球投了出去，唰，空心入网，全场哗然，恐怖的记忆涌上心头。难道这个华夏落选秀又要开始自己的表演了？3-0，湖人队开场获得领先优势。东部队进攻，隆多运球过半场后，高举左手比划出要打的战术。加内特提到高位与之挡拆，隆多突破到篮下，吸引到加索尔的补防。随后他将篮球高高往天上一扔，帕金斯跳起来，双手接住篮球，狠狠地完成一次空中接力。伊布斯站在场边，很是满意的点点头。伙计们，加强防守，给我把这个华夏落选秀打出原形，让菲尔知道一下，安排一个饮水机球员打首发位置是多么愚蠢的事情。湖人队进攻，费舍尔运球过半场后，再次将球传给科比。科比弧顶运球突破，虾人跑到了左侧45度角的位置，篮球呼啸而来，虾人接球，皮尔斯绕过掩护，以及其凶狠的气势扑了过来，无视防守，虾人直接强行跳投3分球，王刚篮球弹框而出，并未命中。小子，上一场比赛是你运气好，这场比赛你休想在我的防守下再投进一个3分。全场观众皆是长出一口气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雷阿伦跑出空位，接到隆多的传球，面对科比的扑防，沉着冷静地投出了一记3分球，唰，空心入网。漂亮！雷亚伦的3分球姿势永远让人陶醉。湖人队进攻，科比运球过半场，将球传到了加索尔手中，加索尔单打没找到进攻机会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。湖人队进攻，科比运球过半场，将球传到了加索尔手中，加索尔单打没找到进攻机会，只能再传到外线的奥多姆手中。虾人来回跑位，但被皮尔斯看得死死的，只能是跑到3分球2米开外的位置接球。奥多姆将球传了过来，虾人接球后3分球。又来，太离谱了！不仅顶着防守墙头，还是一记超远3分，又要浪费了一次进攻机会啊！进了，这都能进，绝对是运气。真的是运气吗？伙计，你运气不错，竟然又命中一记高难度的超远距离3分球。但是到此为止了，我不会再让你有投3分球的机会了。有种你本场比赛就站在中线附近投3分，我看你能扔进几个？扔进几个？呵呵，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隆多运球过半场后打了一个手势，很快雷阿伦在右侧45度角的位置跑出了空位，隆多及时将篮球传了过去，君斯雷手起刀落，再次投出一记3分球，咣当！哎呀，篮球弹框而出，加索尔保不住后场篮板，随即将球传到虾人手中，虾人运球一步跨过了中场线，停在了巨大的 logo 上面，再次做出了投篮的姿势。这一瞬间，全场观众头皮发麻，皮尔斯更是瞪圆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难道这个饮水机真的要再次投出一记超远距离的3分球？虾人跳起，手腕轻轻一抖，篮球飞了出来，唰，空心入网，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。精彩！这么精彩的进球不记录下来怎么行？巴克利，你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很贵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接着，整个球馆出现了巨大的喧哗声。不是说投不进了吗？为什么连续投进2记超远距离3分？我是眼瞎了吗？人类能干出这事来？球迷们完全懵逼了。开场4中3的3分球，这哪里像是个饮水机球员的发挥？这他妈就是超级巨星的水平啊！
去，狗屎运，有本事你再投一个。虾人再次跳起，手腕轻轻一抖，篮球飞了出去。刷，空心入网。皮尔斯看着欢呼庆祝的虾人，郁闷到了极点。这他妈真是连1分钟都没过，就被实力打脸，不行，必须找回这个面子。隆多运球过了半场，皮尔斯主动上前要球，然后做了2个假动作后，顶着虾人的防守投出1记3分球。金川之际最强之臂。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湖人队保护下后场篮板，迅速反击。科比运球突破到禁区，哪怕有上篮机会都没有进攻。嘿，而是将球传到了外线的虾人手中。虾人利刃出鞘，再次1记3分球，刷，空心入网，连续3记3分球，比分也来到12比5，湖人队获得7分领先优势。又进了，这他妈是运气？胡扯吧，伙计，你怎么看？巴克利看向一旁目光呆滞、满脸错愕的雷吉米勒。连续投进 logo 3分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这个华夏落选秀着实有点实力啊！呵呵，我还以为你又要说这是运气了。记住你说的话，如果虾人本场比赛投进5记3分球，你就跟当年一样，再次亲吻一次驴嘴。这开场2分钟就投进了3个3分球，那第5记3分球还会远吗？里弗斯看到这一幕，脑门上青筋暴起，连忙叫了暂停。再这么让虾人投下去，赌出半场比赛就要进入垃圾时间了，还谈何夺冠？你是龙国球员，给人搓了5年澡，而今天总决赛开场仅2分钟，虾人就命中4记 logo 3分，凯尔绿人主教练赶忙请求暂停。皮尔斯，什么情况？你可是要拿 MVP 的球员，怎么会被一个落选秀给打爆？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鬼？抱歉，教练，是我的错，我会尽力防住他。哼，不是尽力，是一定。现在湖人的进攻核心就是虾人，是时候使用昨晚布置的新战术了。暂停回来，凯尔绿人队率先进攻，隆多弧顶持球寻找队友，发现都被看得死死的，而防守他的费舍尔则是在1米远之外。你过来呀！隆多远投不行，放他投。隆多一个白眼，双手和球酝酿了一下，直接投出1记远距离跳投。哎呀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隆多无奈摇头。奥多姆保护下后场篮板，随即传给科比。科比运球过半场，发现凯尔绿人队的防守重心向着虾人转移了。见此，科比果断自己进攻，突破禁区后假传真投，完成1记中距离美如画跳投，刷，空心入网。接下来几分钟，虾人被凯尔绿人队严防死守，连接球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湖人队的当家球星科比开始展现出自己强大的进攻能力，连续得分。最后2分钟，比分为29比18，湖人领先。里弗斯站在场边，看着球队攻防都陷入到泥潭之中，肺都要气炸了。这个华夏新秀已经6分钟没有接球了，手感也该凉下来了吧？包夹科比！里弗斯一声吼，科比立马遭到凯尔绿人队的重击防守，科比选择强行投篮，咣当无奈打铁，加内特抢到篮板球，长传给雷阿伦，雷阿伦空位接球果断出手，3分命中。进球后，雷阿伦也是兴奋的高举着双手。湖人队进攻，科比运球再次遭到包夹，无奈将球传给费舍尔。可费舍尔投篮继续打铁，加索尔在禁区被帕金斯和加内特压得死死的，完全没有表现的机会。而虾人被凯尔绿人队多名球员包夹，近6分钟没有接到篮球，湖人队的进攻陷入了停滞，连续几个回合都以打铁和失误而结束。而凯尔绿人队抓住机会，加内特在内线翻江倒海，连续得分，一举将分差缩小到5分。菲尔叫了一个短暂停，重新布置了一个战术。暂停回来，奥多姆发边线球，科比跑到弧顶接到篮球，随即被包夹。加索尔不再禁区肉搏，而是提到高位接应科比，接到篮球后手腕一抖，传到了从他身边跑过的虾人手中。时隔6分多钟，虾人终于再一次触摸到了篮球，虾人抬眼看了下篮筐，没有犹豫，直接飙射3分球。发动绿间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技能。皮尔斯扑防的节奏慢了一拍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篮球从虾人的指尖滑出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。又进了，虾人的3分球真是准的离谱啊！伙计，第1节比赛还没打完，虾人就已经投进5记3分球了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本来我还在质疑虾人的能力，但是现在我却被他的表现给征服了。哈哈，那就好，瞧，驴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注意看，注意看，雷吉米勒再次被打脸，又重温了一次小毛驴的香吻，全场一片哗然。另一边，里弗斯捂着脑袋，不忍再看。这又进了，近7分钟没摸到篮球，刚一拿球，抬手就射，射了就进，好不容易追到5分。现在虾人咣当一个3分球，又拉开到8分了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隆多运球过半场，传给雷阿伦，君子雷手起刀落，再次投出1记3分球，咣当！哎呀，篮球弹框而出，里弗斯见此再次无奈叹气。湖人队反击，科比运球过半场，看到皮尔斯防守犹豫不定，果断选择个人进攻，连续变向的后仰跳投，唰，命中！第1节比赛结束，38比28，湖人队领先着10分。第2节比赛开始，科比
虾人在场下休息，湖人队的法马尔、沃顿等球员发挥失常，投篮连续不进，凯尔特人却抓住这个机会，在6分钟的时间里打出一波18比4的攻势。获得了10分的领先优势。什么神奇的饮水机球员，什么天皇巨星科比，在凯尔绿人队窒息的防守下，一切都是扯淡。对，冠军终归是属于凯尔绿人队的。果然，双方在实力上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。虽然本场比赛虾人的发挥依然神奇，但已经无法影响大局了。加索尔真的很努力，但是还是被加内特和帕金斯死的压制，无法给科比提供任何的帮助。至于虾人，难道湖人队真能指望这个骑兵帮助球队翻盘吗？太不现实了。我去，湖人队在搞什么？为什么打得这么垃圾？把球给虾人啊，让他像上一场比赛那样爆发，去拯救湖人队。希望不大。下3分上一场比赛的表现确实惊艳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只是个饮水机管理员。不，我相信虾人，虾人冲压。湖人队士气低落，科比、加索尔等人脸上写满了沮丧。这个该死的篮球就是投不进，又能有什么办法？伙计们，打起精神来，才落后10分而已。不知道虾人哪来的勇气说出的这话？难道指望他像上一场比赛那样爆发吗？凯尔绿人队的球员们露出讥讽之色，那表情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。上一场比赛就因为大意让你这个饮水机球员打出逆天表现，难道以为我们还会继续犯这种低级错误吗？真是太天真了。把球传到我手里就好了。湖人队进攻。费舍尔运球过了半场后，将球传到提到弧顶主动要球的虾人手中。刚刚接球，全场观众就响起了阵阵嘘声。比尔斯面色变得严肃，严阵以待。虾人嘴角露出一丝冷冽的笑容。发动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。雷鸣般的响声似乎从虾人的指尖响起，运球速度也陡然加快。比尔斯看到这一幕，直接懵逼在原地，整个人的三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什么？3根手指也能运球？太不科学了吧！虾人连续2次变向后，直接拉回到3分线外，飘射3分球。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，瞬间嘘声四散，球馆陷入寂静之中。所有观众皆是目瞪口呆地看着，接着发出一片哗然。科比、加索尔等人振臂高呼，比自己进球还要高兴。替补席更是开始疯狂地挥舞着毛巾。凯尔绿人队的球员们面色则是凝重起来，心中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我眼睛没瞎吧？咱们出现幻觉了？刚才那个华夏洛选秀是在用3根手指运球吗？伙计，你的眼睛没瞎，因为我也看到了。这是什么篮球技能？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啊！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隆多运球过半场后，发现队友皆是被看死，完全没有执行战术的机会。于是他将球传到了比尔斯手中，比尔斯示意要单打虾人，他连续变向，晃开虾人的重心后，侧步跳投，虾人扑防上来，金川之际最强之臂。咣当，篮球弹放而出，比尔斯摇了摇头，很是郁闷。今天真是中邪了。湖人队反击，虾人接到篮球后再次发动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，3指运球带着细微的雷鸣之声，让虾人有如神助，迅速运球过半场后，直接急停在距离3分线2米远的地方，抬头就射。在这个追分的关键时刻，虾人也不再保留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，分差缩小到4分。又来了，没完没了嘛！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，这不是什么运气球，而是他的3分射程就是半场。只要过了中场线，他可以在任意位置投3分球。这是什么样变态的3分射术？这个世界上竟然有球员能够把自己的3分射程扩大到中场，已经超越了我的想象力了。包夹虾人，该死的，这个华夏落选秀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真是克凯尔绿人队呀！湖人队掀起一轮反击高潮，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比分为62比62。阿伦就手感爆棚，在同一个位置连续命中了3记3分球，再次帮助凯尔绿人队获得了9分的领先优势。阿伦也爆发了，他已经投进6记3分球了，仅仅比虾人少1记。作为联盟公认的最强3分神射手，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虾人在他面前放肆？看着情势不对，菲尔连忙喊了暂停。科比，你要想办法限制住雷阿伦，他的3分球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。抱歉，教练，刚才是我的失误。这个该死的雷阿伦手感真是太火热了。如果连科比都限制不住雷阿伦的话，那比赛就很难打了。等等，菲尔突然灵光一闪，将目光放到了虾人身上。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。让你去主防雷阿伦的话，你有信心限制住他吗？当然，我会防的雷阿伦生活不能自理。队友们皆是有些惊讶地看着虾人。这个时候了还敢吹牛逼？你是何来的自信要防的雷阿伦生活不能自理？3分球投得厉害，也不能胡扯啊！众人纷纷露出质疑的目光，就连科比也是冷着脸看了过来。好，那暂停之后，你去主防雷阿伦，
把球传给雷阿伦，让他的三分球去杀死这场比赛。暂停回来，凯尔绿人队进攻，虾人直接跑到了雷阿伦身边，而科比则是跑到了皮尔斯的身边。你来防我，湖人队是放弃这场比赛了吗？No， 恰恰相反，你就等着我的审判吧。呵呵，那就让我用三分球送你回家吧。下个进攻回合，我会在你的脑袋上投中一记中线 logo 的三分球。休想，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隆多按照战术突破到禁区，然后将球传到及时跑位到右侧45度角位置的雷阿伦手中。看着扑防过来的虾人，雷阿伦毫无畏惧，眼神变得冰冷，直接抬手飙射三分。刚刚落地，雷阿伦就做出了庆祝动作，高举双手比划出 OK 的手势。精彩精彩！这么精彩的球赛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想谈恋爱的兄弟，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？去牵手啊！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，帮你找得越准。找对象就用牵手，快去试试吧！这次投篮的感觉非常好，绝对会进。然而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咣当一声，弹框而出，雷阿伦瞬间傻眼了。该死的，明明投篮的感觉这么好，怎么会不进呢？防住了，虾人限制住了雷阿伦的三分球。仅仅是一个回合，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湖人队发起进攻，虾人跑到底线要球，发动雷鸣运球，向着前场跑去，雷阿伦紧紧贴防。绝对不能让虾人装逼成功，不然就太伤士气了。过了半场，虾人将球传到科比手中，自己则是跑到底线绕了一大圈，又跑到了弧顶中线 logo 附近。科比第一时间将篮球传了过来，虾人接到篮球，看着扑防过来的雷阿伦，直接飙射三分球，落下地来，他便模仿雷阿伦提前做出了庆祝动作，篮球划过长长的弧线，刷，空心入网，突破。虾人在雷阿伦凌晨愤愤的目光下，指了指脚下的 logo。伙计，我说过会在中线 logo 上投三分的，可你还是没能防住，这能怪得了谁呢？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篮球奇迹射手，9记 logo 三分直接打脸雷阿伦，谁说落选秀不能逆袭？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虾人又命中了一记超远距离的三分球，这是何等恐怖的三分投射能力！目前为止，虾人已经投进8记三分球，得到了24分。他仅仅凭借三分球就成为了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。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我已经拼命的去防守了，可还是让这个华夏落选秀投进了这记中场三分球。该死的，他的射程为什么这么远？必须要找回这个面子。雷阿伦积极的跑位，通过一个掩护跑出空位，接到了隆多的传球，虾人快速绕过掩护，跟着扑了上来。雷阿伦急不可待的投出了这记三分球，咣当打铁，科比抢到篮板球，运球迅速快下，过了半场后直接甩给落位到右侧45度角位置的虾人，空位三分出手，没有任何悬念，杀！再次空心入网，连续2记三分球，将分差追至3分。湖人队的球员们在激动的狂吼，凯尔绿人队的球员们则是露出一丝无奈之色。9记三分球了呀，这谁顶得住？雷阿伦挑挑眉，感觉自己压力山大。2人队进攻，隆多控球，科比上前防守。雷阿伦又在虾人的防守下投出1记三分球，金川智纪最强之臂。咣当，继续打铁。金川智纪最强之臂，果然牛逼，不愧是能够防住奇迹，时代球员进攻的技能，降低对手投篮命中率，真是太狠了。湖人队防守反击，虾人绕过掩护，跑到距离3分线1米远的位置，接到篮球，标准3分。发动超高弧度三分球技能，刷，空心入网，10记三分球了，虾人竟然真的做到了。上帝啊！连续2场比赛扔进10记三分球，虾人为我们贡献了一场伟大的三分表演。我去，10记三分球了，真牛逼！下三分真是厉害了，完全成为了抢七大战中最靓的仔。里弗斯请求了暂停。伙计们，我必须认真的重申一遍，这个华夏落选秀的表现远超我们的预料，我们必须拿出100%的精力去对付他。里弗斯咆哮着，内心有一种憋屈的情绪无处宣泄。我们已经近20年没有拿到过冠军了，加内特、雷阿伦不惜离开自己坚守的球队，来到这里与皮尔斯组成3巨头，就是为了追求总冠军。现在总冠军就在眼前了，难道我们要为一个落选秀毁掉冠军梦？这绝对不行！包夹，继续包夹这个饮水机球员，哪怕是让科比在进攻端爆发，也要限制虾人的三分球。球员们皆是点头，加内特更是露出狰狞之色。我等了13年的总冠军，谁都不能抢走。暂停回来，凯尔绿人队进攻，皮尔斯获得进攻机会，侧步跳投命中1记中距离投篮，他长出一口气，
终于见了，是时候站出来终结这场比赛了。湖人队进攻，虾仁诺半场刚刚接到篮球，就遭到了皮尔斯和隆多的夹击，他及时将球传到费舍尔手中，老于面前2米无人，抬手就飙射3分球，刷命中，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。里弗斯嘴角抽了抽，这就是包夹虾仁需要付出的代价，目前来说还可以接受。他不相信费舍尔的3分球命中率也能高到像虾仁一样离谱的程度。凯尔绿人队进攻，雷阿伦埋伏在底角。接到篮球后，顶着虾仁的防守强投3分球，咣当打铁。在心态有些崩之后，他的3分球越投越离谱了。伙计，尽量不要在虾仁防守你的时候投篮，真的很难投进。雷阿伦点点头，终是收起了自己的愤怒与固执，以大局为重。湖人队进攻，费舍尔在同样的位置命中了一记踩线的超远距离2分，里弗斯轻轻抱起。这是怎么了？湖人队全程3分神射手了，太特他妈离谱了。在虾仁被包夹之后，湖人队其他球员的防守压力小了很多。不仅费舍尔连续命中，科比也开始爆发得分。奥多姆、加索尔2位内线大将也频繁攻击得分。3节比赛结束，比分为91比82，湖人队获得了9分的领先优势。现在你还质疑虾仁的防守能力吗？当然不会，事实已经证明了虾仁的防守能力很强，我只能说他真的是湖人队的救世主。第4节比赛开始，双方教练直接换上全首发阵容，进入了最终的决战阶段。陷入僵局，下一秒他竟使出库里的电梯门战术，3分线外一支穿云箭，打破总决赛纪录，就连科比都惊呆了。第4节比赛开始，凯尔绿人队率先进攻，隆多运球在弧顶指挥队友跑位，挡开之后，将篮球传到了加内特手中，后者直接中距离跳投刷，重新入网，91比84，分差来到7分。湖人队进攻，虾仁刚刚接到篮球，就遭到了皮尔斯和隆多凶狠的包夹，啪，隆多果断下手抢断，将篮球拍了出来。凯尔绿人队迅速下快攻，皮尔斯接到篮球后，果断急停跳投3分球，刷，空切入网，分差来到4分。科比运球在弧顶，眼神中透着杀气，他与加索尔进行挡拆，完成挡拆后，科比突破到禁区，却遭到了雷阿伦和加内特夹击，科比及时回传给加索尔，加索尔站在罚球线附近投出一记中距离，中张打铁。加索尔很是沮丧的摇摇头，哈金斯抢到了篮板球，及时传给了隆多，隆多运球迅速快下，面对费舍尔的防守，急停在篮下做出一个背后传球的假动作，接着将篮球拉回来，轻松抛投命中，分差仅有2分。第4节开局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凯尔绿人队就打出一波7比0的攻击高潮，铁血绿军展现出自己强大的韧性，也展现出深厚的实力。虾仁和科比被限制住的话，湖人队进攻端毫无办法。又是2个回合，湖人队依然颗粒无收，加内特连续2次隔扣加，反超了比分，获得了2分的领先优势。凯尔绿人队的防守太强了，不愧是联盟防守排名第1的球队，在这最后时刻更是展现出窒息般的防守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总冠军拿不到，任务也完不成，奖励也就泡汤了。必须想个办法打破湖人队进攻的困境，要是自己能够接球有机会投3分球就好了。有了，未来世界勇士队经常为库里做掩护，投3分使用的一个战术就是电梯门战术。这个战术可谓是制造3分空位机会的经典战术。虾仁眼神中闪烁着光芒，急忙看向菲尔，示意其叫个暂停。菲尔一脸懵逼，现在每个暂停都宝贵无比，要为虾仁浪费这个暂停的机会吗？犹豫了片刻，他还是起身请求了暂停。教练，我需要一个能为我制造出3分投篮机会的战术，这样我就可以通过3分球打破球队的得分荒。教练，就像这样。虾仁竟然掏出了一台魅特70 Pro， 这可是华为最新款，价格可贵了。虾仁那台是从左下角免费领的，营养双健厂商新春送福利，各种大牌新机免费送，华为魅特70 Pro、苹果16 Pro Max 4，3折叠应有尽有。你想要快去点，我这台也是左下角领的，确实好用。咋不早说，快教我咋搞？你就直接点进左下角阴阳双剑小游戏，都不用下载，进去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升级手机轻松到手。我现在就去领。球员们纷纷看向菲尔，菲尔面色古怪，冷汗顺着耳边花白的头发流了下来。战术？什么战术？他的脑海中快速闪过自己所了解的所有战术，唯一可以用的也只有3角进攻了吧。菲尔表面很是镇定，实则内心慌的一批，正要开口说话，虾仁却主动拿过战术板，开始在上面画了起来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虾仁，这是在画战术，自己设计战术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。虾仁聚精会神地画着，众人看着眼睛皆是亮了起来，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。这个战术有点意思，如此强大的战术竟然是个饮水机球员发明的，简直匪夷所思。不错，这个战术很不错，暂停之后就按照这个战术执行。伙计，能够拥有你真是湖人队最大的幸运。这确实是事实。伙计们，湖人队已经穷途末路了，我们的战术完全限制住了科比和虾仁这2个最强得分点。现在让我们一鼓作气赢下这场比赛，去赢下这座总冠军奖杯吧。想想我们聚集到一起是为了什么，去狠狠地表现你们对冠军的渴望吧。
加内特、皮尔斯双眼猩红，激动的怒吼，等了整整12年啊，就为了这一刻！天哪，我领到手机了，这左下角真敢送啊！华为 Mate 7和苹果16都发货了，回头请你吃饭啊！那当然，左下角不仅有手机，现在还有大额红包派送，我刚领到了，你也去试试，马上就去。暂停回来，湖人队发边线球，费舍尔落位在右侧底角，吸引隆多的防守，同时拉开场上空间。科比弧顶运球，虾人左侧45度角的位置发动，向着左侧底角跑去，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右拐，从加索尔的右侧绕掩护向着篮下跑去，跑到一半突然急刹车折返回来，从加索尔的左侧向着45度3分线外跑去，同时奥多姆跑到加索尔身边，与其并肩而战。等到虾人从两人中间跑过去，两人瞬间关门，将追防过来的皮尔斯和加内特挡在了前面。虾人在站3分线外获得空位出手的机会，弧顶的科比及时传球，虾人接到球，面前1米无人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直接飙射3分球。发动利坚真太郎超高弧线3分技能，篮球划出一道彩虹般的弧线，空心入网。电梯门战术对于一名3分射手来说真的很好用啊！不得了不得了，虾人命中了本场比赛的第11记3分球，打破了自己上一场比赛的记录。这是什么战术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，难道菲尔刚刚创造的？现在看来，菲尔稍胜一筹，接下来就看里弗斯有没有应对之法了。此时的里弗斯目光呆滞，浑身直冒冷汗，就好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的打击一般，显得精神不振。原来小丑竟是自己，穷途末路的不是湖人队，而是凯尔绿人队呀！凯尔绿人队展开生死对决，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。湖人队祭出电梯门战术，虾人如幽灵般穿梭于球场，连续命中3分，彻底打乱凯尔绿人队的防守节奏。这是什么战术？从未见过，难道他是从黑子的篮球里穿越过来的吗？这简直是幻影射球的现实版。里弗斯教练目光呆滞，冷汗直冒，仿佛遭受巨大打击。然而这只是开始，湖人队再次使用电梯门战术，虾人又命中1记3分，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分。 12记3分球，这个饮水机球员简直是 NBA 历史上最强的饮水机球员，他是不是偷偷练了 Zone 模式？凯尔特人队进攻，皮尔斯运球过半场，虾人跑出3分线外防守，皮尔斯面对虾人的防守，谨慎的将球传给底角的雷阿伦，雷阿伦果断出手，科比原地跳起，直接将球盖掉。虾人抢到篮球，马上被皮尔斯和隆多包夹，随即传给跑过来接应的科比。科比接球向着前场发起快攻，皮尔斯紧追其后。面对无人防守的空篮，他突然一急停，一个假投真传骗过了后面跟过来的皮尔斯。此时虾人做出一个投篮姿势，然而他手上并没有球。下一秒，科比火速将球传到了虾人手里，紧接着施展一记让库里都害怕的 logo 3分射篮。虾人又命中1记3分，分差扩大到7分。改变防守策略，随时随地包夹虾人，别让他再进幻影射球了。比赛进入最后时刻，凯尔绿人队孤注一掷，疯狂抢投3分。雷阿伦顶住压力，命中关键3分，比分来到96比100。但科比随即接管比赛，突破到禁区，顶着加内特的防守完成高难度拉杆上篮，连续得分，分差扩大到9分。时间快速流逝，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1分半钟，球馆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里弗斯在场边焦躁不安的踱步，请求了暂停，布置战术。1分半钟追9分，难度太大，而且湖人队还在控制时间，这更增加了追分的难度，只能孤注一掷，抢投3分。如此，这般，听明白了吗？暂停回来，凯尔特人队发边线球，比赛进入最后时刻，凯尔绿人队孤注一掷，隆多弧顶持球，其他球员积极跑位，复刻了湖人队的电梯门战术。雷阿伦在掩护下获得空位，接球起跳投篮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刷空心入网，雷阿伦命中本场比赛的第7记3分球。湖人队进攻，科比控制时间，在最后1秒完成高难度后仰跳投，球空心入网。距离比赛结束还剩51秒，隆多快速运球过半场，直接将球传给跟进的雷阿伦。雷阿伦面对虾人的防守，将球传给底角的皮尔斯。皮尔斯顶着科比的防守投出高难度3分，刷空心入网，分差缩小到5分。湖人队进攻，关键时刻，科比突破吸引3人包夹，背身传球给底角的虾人。然而虾人还没接到球，早已高高跳起，下一秒篮球火速传到虾人手里，虾人无视皮尔斯扑防，双手飙射3分，球空心入网，13记3分球，一剑封喉，杀死比赛。虾人神了，13记3分球，他打爆了雷阿伦，成为 NBA 最强射手，这简直是奇迹的世代级别的表现。今夜虾人用3分球投死了凯尔绿人队，这比黑子的篮球里的任何一场比赛都要精彩。距离比赛结束还剩24秒，凯尔特人队追8分已无可能，球馆内陷入寂静，许多观众眼中噙满泪水。凯尔特人队没有放弃，雷阿伦和皮尔斯各获得1次3分机会。
但都以打铁告终。比赛结束，哨声响起，科比将球高高抛向天空，疯狂庆祝。最终，湖人队以113比105赢下抢七大战，时隔5年重夺总冠军。科比激动地冲向虾仁，紧紧抱住他，狠狠捶打他的胸口。其他湖人队球员也蜂拥而至，将虾仁团团围住。虾仁13记3分球，39分的惊艳表现，成为球队夺冠的最大功臣。凯尔特人队的球员们充满了悲伤，三巨头眼眶泛红，终是没忍住让热泪洒在赛场上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输掉总决赛。那个正在被膜拜的华夏落选秀，用3分球杀死了他们，制造了 NBA 历史上最大的惊天逆转。家人，恭喜你完成穿越新手任务，新任务已激活，请立刻前往龙国征战奥运会，否则你将灰飞烟灭。然而 MVP 却给了科比，无奈虾仁只能摇摇头，坐上了回国的飞机，为龙国征战奥运会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帮助湖人队获得总冠军，奖励黄濑凉太模仿技能体验卡1张。嘿嘿，有了黄濑凉太模仿技能，这将是华夏08奥运的杀手锏。奥运会我来了！此时华夏队正在与袋鼠国队进行热身赛，目前已经落后16分，于是十分被动的阿伟想要突破禁区上，但却被补防过来的博古特突。博古特还朝着阿伟摇了摇手指，脸上充满了可恶，又被盖了！博古特太嚣张了。哎，要是大姚没受伤的上场，肯定能教训他，哪轮到他这么狂？刷，小将米尔斯比阿瑞的防守能进行3分，将分差拉开到19分。稳住，别给对手轻易投篮的机会。第2节结束，华夏队35比57落后22分，双方进入中场休息。华夏队更衣室里一片沉默，所有人都沮丧地坐着，尤内斯也阴沉着脸，大姚落寞地坐在角落，心不在焉。难道虾仁真的赶不上这场比赛了？看来只能等到后天与袋鼠国的第2场热身赛，才能看到他的国家队首秀了。就在这时，更衣室响起了敲门声，大姚眼睛一亮，拄着拐杖快步走过去开门。抱歉，球馆太大了，绕了一圈才找到路，比赛还没结束吧？不晚，来得刚刚好。下半场给我狠狠揍袋鼠国队。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帮球队赢下袋鼠国。好，那我就期待你下半场的表现了。伙计们，华夏男篮人员到齐，向着奥运会冲刺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中场休息很快过去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华夏队调整了首发阵容，中锋大志，大前锋阿联，小前锋虾仁，得分后卫阿月，控球后卫阿伟。当虾仁走上球场时，整个球馆造成出巨大欢呼声，比上半场更欢呼多了。霍姐，华夏队变什么魔术？怎么把下3分变出来了？虾仁不是在美国吗？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太意外了！终于可以在国家队看到虾仁了，希望他能在大姚无法上场时扛起华夏男篮。哼哼，这些华夏观众难道以为有了虾仁就能扭转局势吗？太天真了！就让我看看这个华夏落选秀是不是名副其实。裁判一声哨响，双方首发球员登场。袋鼠国率先进攻，米尔斯运球过半场，使用点名战术，与队友挡拆后直面虾仁的防守。他眼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，全身热血。这一刻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击败虾仁。进攻感受到米尔斯强烈的敌意，现发布任务。任务：击败袋鼠国队，在米尔斯的防守下命中5记3分球。奖励2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乘100。米尔斯这小伙子不错，上来就送温暖，很有前途。米尔斯连续运球变向，突然从右路突破，虾仁发动，紧紧贴着米尔斯，不给他甩开自己的机会。米尔斯急停后撤步，直接中距离跳投出手，篮球弹框而出，大致抢到篮板，传给阿伟。阿伟运球一步，长甩给跑步半场的虾仁。虾仁没有浪费时间，直接急停在距离3分线2米远的位置，做出投篮姿势。全场观众屏住呼吸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球场，生怕错过任何细节。尤纳斯从板凳席上站起来，张大嘴巴，大姚双拳紧握，期待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一幕。球场上，米尔斯和英格尔斯已经朝虾仁扑了过来，虾仁全然无睹。发动绿箭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技能，在篮球离开手指的瞬间，米尔斯的手也封到了虾仁脸上，可惜差了一点，篮球划过一道如导弹般掉入篮筐，哗哗哗！瞬间，整个球馆沸腾，观众疯狂欢呼。出现了虾仁的超远距离3分球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恐怖的射程，真是难以置信。场边的尤内斯兴奋的振臂高呼，大姚更是扔掉脚站起来为虾仁鼓掌。防守很到位，可惜没什么用。虾仁看了米尔斯一眼，转身回防。米尔斯面色更加阴沉，眼中却闪过一丝震撼。这种胜似闲庭信步的超远3分 ，NBA 有几个人能做到？不要让华夏队打防守反击，加快回防速度。还有，给我盯死这个华夏12号球员，别让他轻易脱3分。袋鼠国队进攻，博古特站在弧顶接的篮筐，策应球队的进攻。球员们积极跑位，英格尔斯在外线获得3分出手机会，博古特第一时间将篮球传了过去，后者接球单拔跳投3分过，篮球弹框而出。袋鼠国队不再恋战冲抢前场篮板，而是快速回防，不给华夏队再打防守反击的机会。进入阵地战，虾仁持球，借着大致的掩护，横移一步躲开防守人，再次飙射分球，刷，空心入网，继续运球，现场的一个欢呼。
激动的观众们连连口吐华夏。刚刚登场就是连续2记3分球命中，下3分的表现太炸裂了。爱了爱了，奥运会有大姚和虾仁这对强力组合，还怕什么？41比57，分差来到16分，大比分落后，虾仁能否力挽狂澜？伙计们，给我拿出强硬的防守来，别让这个华夏球员像切菜一样随便得分。球员们皆是点头，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。米尔斯运球过半场，把球传给了大前锋安德森。安德森顶着阿联的防守强行勾手，嘿，咱的太空一那可不是吃素的，他像弹簧一样高高跳起，一巴掌就把篮球给拍飞了。这身体素质简直媲美动漫里那些超人。博古特看到这一幕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这阿联要是不受伤，那在 NBA 不得横着走啊！篮球被阿伟抢到，他立马快下，米尔斯就像个疯狗一样疯狂追防，提前跑到禁区准备封盖，结果阿伟突然来了个神仙球，回头望月把球往后一甩，虾仁稳稳出现在弧顶3分线外。他没急着投篮，而是等米尔斯扑过来的时候，他才出手。发动利剑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球技能，唰的一下又进了，这3分球进的跟喝水一样轻松，不到3分钟，虾仁就连续命中3记3分，把分差缩小到13分，全场观众都傻了。这虾仁是下凡来拯救比赛的吧？空位不投，非要等人防守再投，这简直是自己挑战自己啊！家人有透视眼吗？这3分太恐怖了，我要全部录下来回去看。你这手机不行啊，这么精彩的视频肯定要换最新款的手机来拍摄。最近在58同城搜视时可成抽到了新手机，去评论区置顶链接也能抽。想找好工作的，上58同城就成了。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58上面招聘，送餐员、快递员等这么多工作时间自由，提成高的岗位放心挑。AI 面试超方便，平台还会对公司职位多重核验，保障岗位真实可靠。找验真过的好工作上58同城就成了，而且现在上58还能免费招聘，快去看看。球场上，米尔斯再次点名要solo虾仁，虾仁再次发动金川智技最强之臂技能。情绪不稳定的米尔斯在连续突破无果后，焦急的强行突破，虾仁眼疾手快。直接抢断，随即发动叶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，球场上传出了雷鸣般的响声。虾仁用3根手指运球后退，速度快到眼花缭乱，篮球的轨迹甚至都变得模糊，只剩下啪啪啪的拍球声。退到中线附近，2名袋鼠队球员依然紧追不舍。此时华夏队的进攻空间已经完全被虾仁拉开，他没有顶着包夹强行投篮，而是跳起来轻松将篮球传了出去。阿宇底角接到篮球，完全的空位，没有犹豫，直接飙射3分，唰，空心入网。虾仁冲着阿宇竖起了大拇指。华夏队能投3分球的可不止我虾仁一个人啊！阿宇同样是一位优秀的3分射手。袋鼠队主教练起身叫了暂停，脸色也变得沉重起来。蜜般的嘴角，我是全新的小野狼。暂停回来，袋鼠队打成了一次战术。终于在下半场开张得分，华夏队进攻。虾仁果断开启了个人进攻模式，雷鸣运球加超高弧线的3分，就是这简单的一招，便让对手防不胜防。而当袋鼠队全力包夹虾仁的时候，金川智技最强之臂加雷鸣运球，直接打崩袋鼠队。此时来到第3节末尾，虾仁被袋鼠队包夹，他第一时间选择把球传了出去，由队友以多打少的形式完成进攻。在虾仁的带动下，华夏队在第3节末尾的时候反超了对手。第3节比赛已经结束，双方比分为73比70，华夏队领先。虾仁太厉害了吧！竟然真的只用了1节比赛就抹平了22分的分差，服了，这回彻底服了。Hey boy, come on, baby. 第4节比赛开始，袋鼠队继续使用5大阵容，华夏队也沿用着首发阵容，由虾仁继续带队。米尔斯竟然还坐在板凳席上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如果米尔斯第4节都不上场的话，那岂不是无法完成任务了？这一波可亏大了，必须想办法让米尔斯登场。虾仁接到队友传球，再次飙进1记3分球，然后转身看向坐在替补席的米尔斯，朝着他勾了勾手指。接着，虾仁又对着袋鼠队的教练摇了摇手指。米尔斯脸色铁青，这也太侮辱人了吧！教练。太可恶了！米切尔，给我上场打爆这个华夏球员，发挥你速度和灵活的优势，他是限制不住你的。米尔斯点点头，虾仁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计谋得逞。他开始用点名战术连续单打米尔斯。米尔斯的身高只有 1.85 米，在虾仁面前完全不够看，错位优势极其明显。连续3次进攻，3次都是顶着米尔斯的防守投进3分球，极为强横。
分差也在被急速拉开。虾仁太厉害了，竟然22分大逆转！我要全部录下来回去看。你这手机不行啊，这么精彩的视频肯定要换最新款的手机来拍摄。最近在58同城搜试试课程抽到了新手机，去评论区置顶链接也能抽。想找好工作的，上58同城就成了。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58上面招聘，送餐员、快递员等这么多工作时间自由，提成高的岗位放心挑 ，AI 面试超方便，平台还会对公司职位多重核验，保障岗位真实可靠。找验真过的好工作上58同城就成了，而且现在上58还能免费招聘，快去看看。此时米尔斯想利用速度和灵活优势 solo 虾仁，可在虾仁的紫元墩身体天赋和金川智技最强制臂技能下，完全发挥不出来。袋鼠队教练见此，彻底偃旗息鼓，又将米尔斯给换了下来。米尔斯沮丧地坐在板凳席上，完全丧失了自信。每把虾仁变为垫脚石，自己却成为背景板了。嘿嘿，米切尔任务已完成，现在只要赢下比赛就能够完成任务。比赛继续，在虾仁连续的远投3分，抢断盖帽。后来进攻和防守下哨声响起，全场比赛结束103比91，华夏队完成了22分的大逆转，以12分的优势赢下本场热身赛。虾仁被大家围在中间，享受着胜利的欢呼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2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乘以100，请问是否抽奖？抽。恭喜宿主获得清风大辉无定式出手技能卡。恭喜宿主融合完毕，有了无定式出手技能，奥运会稳了。虾仁，好样的！华夏队有了你的加入，实力真是上升了好几个档次。那是当然，等你伤愈复出之后，我们一起称霸奥运会。正式开始，第一场比赛，死亡之组华夏队对战米国队。本届米国队可谓集结了 NBA 最强的一批超级球星，由科比和香蕉船兄弟领衔，基德作为队长，阵容无比强大。随着裁判一声哨响，双方首发球员登场。华夏队首发阵容为中锋大姚、大前锋阿联、小前锋虾仁、得分后卫阿月、控球后卫阿伟。米国队阵容为中锋霍华德、大前锋安东尼、小前锋詹姆斯、得分后卫科比、控球后卫基德。双方跳球，啪！大姚展现出自己的高度优势，将篮球给拍了下来。阿伟抢着篮球，迅速运球过半场，队友们积极跑位，想要为虾仁制造出投篮的机会，但梦之队早已防范。詹姆斯牢牢地盯着虾仁，完全不给其接球的机会。其余队友也是被梦之队窒息般的防守给看得死死的。虾仁想要在这场比赛轻松投出超远距离3分球，没那么容易。见此，大姚果断从禁区中跑了出来，在弧顶3分线外接球，想要做一次策应。左右看了看，完全没有传球的机会。再看霍华德没有跟防上来，还站在3秒区内。大姚没有犹豫，直接飙射出一记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。现场的球迷们疯狂地欢呼起来。刚刚开始，比赛就直接进入了高潮。哎呦，真是漂亮的3分球啊！连大姚都进3分球了，状态非常不错啊！米国队快速发球，基德运球快速推进，随即传到科比的手中。科比突破禁区，吸引防守后将球传到安东尼手中。安东尼空位出手3分球，唰，空心入网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，正要组织进攻，基德便压迫十足地扑了上来，直接下手抢断，啪，篮球被拍出来。科比、詹姆斯已经第一时间发动快攻，科比运球到前场篮下，然后高高的往天上一抛，詹姆斯跟在后面起跳，在空中滑翔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双手接住篮球砸进了篮筐。全场观众都被这记扣篮刺激的肾上腺素飙升，但科比和詹姆斯面色平静，互相击掌一下，转身回防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快速运球过半场，将球传到了大姚手中。大姚被身单打魔兽霍华德，连续跟霍华德对抗。安东尼包夹过来，干扰大姚的进攻。即便是米国队，也不敢放任大姚在禁区1打1。大姚及时传球，阿月反跑到弧顶，接到篮球后直接飙射3分球，唰，在中。全场观众球迷都沸腾起来，不知疲倦的疯狂欢呼着。米国队进攻，基德运球过半场，对着禁区的霍华德使了个眼神。霍华德心领神会，转身直接奔着篮筐高高跳了起来，篮球飞速而至，之后直接双手暴扣，现场又是响起一片片惊呼之声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，将球传到了虾仁的手中。比赛开始2分钟，这是他第一次碰到篮球。詹姆斯第一时间防守上来，没有表情，却不怒自威，浑身上下紧绷的肌肉仿佛有打死一头牛的力量。伙计，在我面前，你可别想轻易投3分。虾仁紧咬着牙关，感觉这场比赛比打 NBA 的抢七大战还要紧张激烈。他顶着詹姆斯的防守强行跳投3分球，在全场近2万人的紧张又期待的目光中，篮球向着篮筐飞去。篮板球，刚 NBA 巨星詹姆斯直接干拔3分。就在全场近2万人的紧张又期待的目光中，篮球向着篮筐飞去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竟然没进。哎呀，感觉虾仁出手的太仓促了。
霍华德抢到篮板球，直接朝着前场扔去。詹姆斯再次飞奔起来，接到传球，向着禁区奔去。全场观众都捂着脑袋，不忍再看，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詹姆斯又要肆虐篮筐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火红色的身影奔袭到前场，堵在了詹姆斯前进的路线上，正是身披8号的虾人。全场观众都在这一瞬间情不自禁站了起来。虾人要硬扛詹姆斯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这要是被詹姆斯撞一下，恐怕就直接报销了吧。大姚、阿联等人皆是张大了嘴巴，有些担心的看着这一幕。飞奔的詹姆斯看到虾人后，忍不住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这个小子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来的正好，通过詹姆斯来验证一下吧。紫元墩身体天赋力量边界在哪里？发动紫元墩身体天赋技能。虾人和詹姆斯撞到了一起，虾人只是后退了几步，便化解了詹姆斯带来的冲击力，反倒是詹姆斯连后退几步，竟是重心不稳，重重的摔倒在地上。整个5颗松球馆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。我来个刀，詹姆斯竟然被虾人给撞倒了，这他妈就太离谱了！这才是咱华夏球员该有的表现啊！真是他们太硬气了。场边的老 K 教练原本带着笑容，此时也凝固在脸上。詹姆斯被撞倒了，这还真是破天荒头一次啊！这个华夏新秀到底是什么来的？圆满级的紫元墩身体素质，恐怕整个 NBA 历史上也只有大鲨鱼奥尼尔的巅峰期能够和我较量了。虾人走到倒在地上的詹姆斯身边，嘴角裂开，露出一丝笑容，那略带挑衅般的笑容，仿佛在说这里是我的主场，没有人能在这里撒野。而詹姆斯龇牙咧嘴的捂着刚才和虾人相撞的地方。科比、安东尼等人皆是有些懵，强壮如牛的詹姆斯竟然被虾人撞得站不起来了。裁判哨响，判罚了虾人阻挡犯规。米国队发界外球，基德持球进攻，詹姆斯低位背身靠着虾人，主动伸手要球。刚才的脸可丢大了，必须找回场子，教训下这个华夏新秀。接球，并球对抗，借力转身后撤跳投，虾人发动惊春之际最强之臂技能，全力扑了上去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。大姚保护下后场篮板球，随即将球传到阿伟手中。阿伟一边运球过半场，一边观察着米国队的防守，同时指挥队友跑位。虾人快速移动，借着队友的掩护，短暂的甩开詹姆斯，向着阿伟的后方跑去。突然，阿伟出其不意的手腕一抖，将篮球被传到虾人的手中，空间被完全拉开。詹姆斯想要扑防上来，却被前面的阿伟挡了一下，节奏慢了半拍。虾人看了眼远处的篮板，直接3分线跳起，空中780度后一个大力灌篮。全场观众都沸腾了，虾人这弹跳简直就不是人类啊！进了，虾人竟然3分线起跳扣篮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像虾人这样的射手是没有办法被防住的。7比8，华夏队通过虾人的飞身扣篮，完成了对比分的反超。场边的老 K 教练眉头紧锁，詹姆斯，不要再滑手了，给我掐死华夏队8号球员，不要再给他投篮的机会。詹姆斯神色认真的点点头，目光中透着凶残之色。必须对这个华夏新秀略施惩戒，不然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面对梦之队5大巨星，虾人却只用一招狂砍38分。詹姆斯、科比联手包夹，却被他后仰就连库里、乔丹来了都要好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人直接开启雷鸣运球。过半场后，面对詹姆斯的防守，虾人后撤一步拉开距离，顶着姆斯的长臂直接干拔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，进球了！这已经是他本场比赛的第7记3分球了。米国队进攻，德隆将球传到布泽尔手中，后者顶着大姚的防守强行撤步跳投，啪！结果被大姚结结实实的扇了个大帽。篮球被阿月抢到，迅速将球传到虾人手中，虾人快速运球过了半场，一步迈进3分线里面。詹姆斯紧紧的跟在后面，准备随时追身大帽。虾人直接使用出轻松大挥无定式出手技能，整个人以诡异的弧度前倾，然后将篮球以超低重心的姿态给抛了出去。全场观众看到这一幕皆是愣住了。这是什么投篮姿势？如此怪异，完全不像篮球动作。篮球高高的旋转在空中，以一个很低的弧度掉落到篮筐中，全场瞬间一片惊呼。出现了，终于再次出现了！这种非规则的投篮动作，虾人终于再次施展出来。普林斯也是一脸懵逼，这种投篮方式也能进球，乖乖的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米国队替补席上，科比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如果虾人爆发出总决赛比赛的实力，那米国队还真危险了。米国队进攻，普林斯在虾人的防守下中距离咣当打铁，大姚抢到篮板球，华夏队迅速反击，虾人以极快的速度跑过半场，接到篮球后急停在中线附近，再投出1记中线 logo 3分球，唰，空心入网。瞬间，整个球馆的情绪都被这记中线 logo 的3分球点燃。德隆运球过前场，随即强投出1记3分球，篮球没有命中。大姚再抢到一个篮板球，他一个长甩将球甩到已经跑过中线的虾人手中，早有防备的普林斯早早的挡在了前面。虾人见此，运球往里一步，急停后仰跳投，只是他后仰的幅度有点大，看着就快要躺在空中一般。全场观众再次目瞪口呆，就连米国队替补席上的一众大佬都是情不自禁站了起来。这是后仰跳投，刷，篮球再次空心入网，欢呼四起，球迷们实在忍不住，又开始嘶吼起来。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，他连续得到10分，斩将分差一举缩小到10分。裁判哨响，米国教练忍不了了，连忙叫了个暂停。暂停回来，米国队换上了最强首发阵容，球场上的气氛再次变得压抑沉重起来。面对攻防都更加强大的米国队，虾人还能延续刚才爆发的状态吗？
米国队进攻，詹姆斯持球弧顶组织进攻，韦德和科比从左右两侧踢到高位，进行了交叉跑位。韦德接到篮球突破到禁区吸引防守后，将球传到科比手中，后者轻松捅头命中。让我们一鼓作气拉开分差，不要再给华夏队机会了。老大发话了，詹姆斯、韦德等人皆是认真点点头，眼睛里透着冷冽的目光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运球过半场，看着面前的詹姆斯，雷鸣运球全力发动，篮球在他的手掌中眼花缭乱变化着。突然后撤一步急停跳投三分球，詹姆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篮球飞了出去。唰，篮球就像是精准的制准导弹一般，空心掉入篮筐中，进了，球进了，又是一记超远三分球。纵然是詹姆斯，也没有办法防住虾仁后撤步三分的绝招。嘿嘿，这就是咱华夏最强的射手。当状态火热的时候，谁来都不好使。别说是詹姆斯，就是乔丹来了都不一定防得住。对这个8号球员进行夹击，不要给他运球过半场的机会，顺便掐死他的传球路线。米国队进攻，科比突破吸引包夹，将球传给外线的安东尼抬手就射，再次命中一记三分球。华夏队反击，虾仁刚刚接到界外球，詹姆斯和韦德就包夹上去，现场一片哗然，球迷们纷纷激动起来。我没看错吧 ？NBA 的2位天皇巨星竟然去包夹虾仁，这是什么待遇？足以见得虾仁给米国队带来了多大的威胁力。牛屁！我只想说虾仁牛屁。虾仁很无奈，只能将球传给阿伟。阿伟运球过半场，等到虾仁借着大姚的掩护，绕底角一圈甩开詹姆斯后，便将篮球传了过去。接到篮球，虾仁快速使出雷鸣运球，向着禁区奔去。等到詹姆斯扑防过来时，虾仁直接击球，并且使用出了清风大挥无定式出手。他再次向后仰去，又一次接近平跑的时候，将篮球扔了出去，唰，空心入网。詹姆斯眼神中露出骇然之色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又来了，这该死的怪异的投篮方式怎么封盖？接下来虾仁以一己之力抗衡米国队5位超级巨人的进攻，在几分钟内打得难解难分，但双拳难敌4手。虾仁的2大进攻技能不可能做到球球都进，比分终究还是被米国队渐渐拉高。第3节比赛结束，71比86，米国队领先15分，虾仁一人独砍38分。南印当曼巴队面对科比、詹姆斯、韦德3人围剿，最后0.01秒，虾仁将球投了出去。裁判哨响，全场比赛结束，91比104，华夏队以13分之差输给了米国队，创造了华夏队和米国队交手历史上最小分差。全场掌声雷动，加油之声经久不息。在无数华夏球迷眼中，华夏男篮虽败犹荣。兄弟，好样的，你帮助华夏队坚持到了最后。可是我们还是输了。没关系，这场比赛我们足够出色，已经大大的超出预期了。下一次碰到米国队，我绝对会想办法赢下比赛。下一次碰到米国队，至少也是在4强赛场，甚至是决赛阶段。此时，网络直播间的评论区已经完全陷入沸腾之中。46分加3分，牛逼！他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。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华夏男篮的球员们也可以昂首挺胸的走出5颗松球关了。赢了一起夸，输了一起扛，我为华夏男篮感到骄傲。虾仁哥哥，你今晚简直像觉醒的赛亚人一样狂砍46分，请问你是在场上偷偷吃了10人份煎饼果子吗？他奶奶个腿！就算打破次元壁拿到100分又怎样？没有胜利的数据就像没有辣椒的老干妈啊！呜呜。那么请问，您觉得中国队夺冠的概率是 A100%、B1000%、C 直接保送领奖台？呵，当我在5棵松篮球场偷看大爷们跳广场舞时，就领悟了终极奥义。你见过凌晨4点的天津之眼吗？科比老铁，你的小弟今天在华夏队杀疯了，你是否考虑用美式居合斩教训他？姐，等我把奥尼尔的原味球鞋塞进他更衣柜时，就会让他知道什么叫洛杉矶残酷物语。不过说真的，等遇到华夏队那天，我会用湘北对抗山王的觉悟来击碎他们。比赛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本场比赛精彩进球。另一边，虾仁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系统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2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200，自选宝箱1个。童子，你终于来了！使用自选宝箱，使用宝箱成功，获得赤丝周侍郎天地之眼体验塔1张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所在的华夏队输给了米国队，现发布任务。任务：率领华夏队以小组第2的成绩闯进8强，奖励樱井良光速出手技能融合卡。听着系统的声音，虾仁狂喜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小组赛再输我倒立起头。京都时间8月12日，奥运会篮球项目小组赛继续进行，死亡之组将迎来华夏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。5棵松球馆再次爆满，华夏球迷们用如此疯狂的热情淹没了整个5棵松球馆。双方首发球员登场，华夏男篮的首发阵容为大姚、阿联、虾仁、阿月、阿伟；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容则为大加索尔、小加索尔、大瓦罗、费尔南德斯、卢比奥、
裁判一声哨响，将手中的篮球高高的扔了出去。大姚和大加索尔同时起跳，伸手够向空中旋转篮球。模式大致梦回巅峰。5颗松球馆华夏球迷热情如潮，大姚与大加索尔跳球对决，啪！大姚率先拍到球，阿伟接球迅速传球，虾仁左侧45度3分线外接球，无人防守，起跳拨球，刷空心入网。开场5秒，华夏队闪电得分，漂亮的进球。斗牛士队进攻，卢比奥运球过半场，小加索尔提到高位策应掩护，纳瓦罗跑出空位的机会，接到篮球后直接跳投3分。刷空心入网，3比3，华夏队进攻。阿伟运球过半场，比划出一个手势，球员们开始跑位。大姚和阿联向着左侧并拢，虾仁从2人中间穿堂而过，纳瓦罗则被2人给挡在了后面。虾仁及时接到阿伟传球，再次投出一记3分球，刷再次命中。华夏队战术大变，围绕虾仁进攻，连电梯门都用上了。虾仁火力全开，中线附近急停 ，logo 3分出手。刷空心入网，全场沸腾，观众肾上腺素飙升。虾仁今天开场太猛了，连续3记3分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斗牛士队的球员们有些不知所措，场边的斗牛士队教练阴沉着脸，后背的冷汗直流。这个该死的8号球员为什么开场就爆发了？纳瓦罗南德斯，只要那个8号球员过了半场，就上前包夹。斗牛士队进攻，卢比奥运球组织进攻，将球交到了加索尔手中，加索尔单打大姚，连续的晃动之后侧身勾手。稳稳命中，华夏队发起反攻，虾仁接到篮球，虾仁哥哥太厉害了，我要全部记录下来。哎，你这无人机挺酷的，花了不少吧？没花多少，准备球赛后和朋友出门踏春旅行，想记录下美景。朋友推荐我去闲鱼租设备，以租代买省钱多了。现在闲鱼复苏季活动，上闲鱼搜索有钱花，像这个我种草很久的大疆 POCKEP3，租3天才50多块。现在闲鱼复苏季，有机会抢最高888红包，还能花呗担保。心动的赶紧戳左下角链接去看看，钱包无痛，轻松享受。纳瓦罗和费尔南德斯迅速夹击过来，他及时出球，又将球传到阿月手中，接着他绕到底角3分线接到传球，纳瓦罗。费尔南德斯绕过掩护，朝着虾仁扑来，然而虾仁直接顶着防守跳起。发动绿箭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球技能，刷再次空心入网，开局3分球4连中，这他妈猛得一塌糊涂，包夹就能限制住我吗？炸了炸了！虾仁今天的开场表现真的太炸裂了，比赛开始还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他就投进了4记3分球，这真是要逆天啊！接着阿月和阿联2人接连爆发。在中远距离的位置获得了轻松出手的机会，连续投篮命中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华夏队领先了斗牛士队13分，虾仁独卡21分，再次创下奥运会单节得分纪录。第二节比赛开始，大智突然爆发，里突外投连续砍分，2+1后单手指天。大智梦回巅峰，4分钟砍10分，粉碎了斗牛士追分势头。巅峰1分钟爆砍10分，可即便表现如此出色，却被教练火速换下，众人不解，虾仁更是连连叹气。大智发挥再出色，终究是得不到尤纳斯的信任。大智落寞地走下场，坐到板凳上，头顶上捂着毛巾，看着大屏幕上的比分，脸上露出欣慰之色。没给国家兜脸，兄弟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可不能让我的努力白费啊！虾仁回头咧嘴一笑，放心吧，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赢。你最后2厘米的遗憾，我来替你弥补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弧顶组织进攻，直接将球传给大姚，卢比奥眼疾手快，轻松就将篮球给断了下来，随即快速发动快攻，上篮命中。连续几个回合，斗牛士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防守，成功防下了华夏队的数次进攻。哎呀，华夏队这段时间的失误太多了，大致刚才的进攻状态真的是太好了，被换下真是太可惜了。伙计们，只差8分了，让我们一鼓作气将比分给追回来。卢比奥示意纳瓦罗打挡拆，他要单挑虾仁。看到这一幕，全场观众都兴奋起来，高喊着虾仁加油！倒要看看我们谁才是真正的篮球天才。等我进入 NBA 之后，职业生涯的成就肯定会超过你。虾仁没有说话，只是露出了不屑的笑容。卢比奥连续的运球，想要突破虾仁的防守。虾仁发动金川智技最强之臂技能，再配合上紫元敦身体天赋中强化的神经反应，直接下手抢断。随即发动快攻，雷鸣运球全力开启。虾仁哥哥太厉害了，我要全部记录下来。哎，你这无人机挺酷的，花了不少吧？没花多少，准备球赛后和朋友出门踏春旅行，想记录下美景。朋友推荐我去闲鱼租设备，以租代买省钱多了。现在闲鱼复苏季活动，上闲鱼搜索有钱花，像这个我种草很久的大疆 POCKEP3，租3天才50多块。现在闲鱼复苏季，有机会抢最高888红包，还能花呗担保。心动的赶紧戳左下角链接去看看，钱包无痛，轻松享受。运球过半场后，急停在3分线外，前场1打0跳投3分球。
杀，攻心不远。半场结束，华夏队21分碾压世锦赛冠军，直接逼疯斗牛士主教。苍天啊，难以置信，我们竟然能够领先世锦赛冠军21分，这绝对超出了赛前所有人的意料。中场休息，让我们先来看看华夏最美啦啦队的表演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华夏队率先进攻。阿伟刚刚运球过半场，卢比奥就凶狠地扑了上来，完全不给他叫战术的机会。无奈他只能传球到大姚手中，大姚被身单打，感觉到有人上前夹击后，迅速出球。阿联接到篮球，直接开炮，投出一记远距离跳投，刷，空心不远。第3节比赛已过去6分钟，华夏队依然领先着20分的优势。看上去比赛已经没有悬念，华夏小组赛终于要赢了。现场有些球迷已经开始庆祝，等待迎接胜利到来的那一刻。第3节后半段，斗牛士队突然开始爆发，不仅提升了防守强度，进攻端也是强力开火。纳瓦罗、费尔南德斯等一众射手连续投中3分球，大小加索尔在禁区肉搏大姚，都快要将大姚给挤成肉饼了，直接让大姚丧失了禁区的优势，更是被大加索尔连续抢到2个前场篮板球。